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中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我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寿，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从电视新看法到看法改变世界，20年，与中国视听的每一帧进步同行，念念不忘，蒸蒸日上。Can feel it burning, feel the power rushing into my veins. Light the way. 3月初的广州即将风起云涌。这将会是一场残酷的挑战。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
闯过这一关，你才能看到更大的舞台。平常心对待，发挥出自己全部的实力。这是一次能扬名立万的机会。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各位都准备好了吗？我们没有太大的包袱，会珍惜这一次机会。目标的话，希望不留遗憾。我想突破自己，勇敢走出第一步，想要证明自己，不辜负大家的厚望，渴望再次回到这个舞台，再一次创造奇迹。深渊的呼唤酒，我们来了。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小小。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两队登场。以光为刃，巨星传承，欢迎 VRS。初次见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欢迎格格、麻油、夏夏、泪水、大海、小天、纯净水。速回初心，战至巅峰，有请 T 速。速回初心，战至巅峰，T 深渊加油！欢迎文熙、猫猫、神坠、佩佩、陶黎、梦露。这里是第1周第2天的第1场比赛，由 VRS 对阵 T 速，让我们一起期待双方的精彩对决。Hello， 各位在屏幕前观看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鸭记，我是解说一文。首先，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要感谢主办方网易游戏第5人格对 COA 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官方合作直播平台 CC 直播、哔哩哔哩直播、快手直播、虎牙直播、斗鱼直播、抖音直播、小红书，官方合作媒体人民电竞、有酒网、1000字节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果子熟了，多多柠檬茶邀您一起多多干杯，为选手助力，为赛事喝彩。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吃华莱士破亿炸鸡迷局，上华莱士自助点餐小程序，吃挖大挖香脆炸鸡，灵魂炸鸡神演绎，美味一战全破亿。感谢第5人格赛事特约合作伙伴百视通，通过 IPTV、互联网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等平台的百视通云电竞专区收看全程赛事。哔哩哔哩深渊大舞台征稿活动现已上线，上 B 站看 COA 9，即日起至2026年4月12日，带第5人格 COA 9话题或其他活动话题投稿赛事视频，满足投稿量、播放量、点赞等多个奖项条件，万元奖金等你来拿，持续更新，猛猛涨粉，奖励还要加码。相信你一定对全明星 OB、复盘、锐评等赛事栏目非常熟悉，而站内还有超多有意思的赛场视频等你来看，更有你喜爱的选手们开启日常直播放送，没事多来看看大家的排位日常哦。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直达活动页。快手第5人格 COA 9征稿活动现已开启，即日起上快手带指定话题发布第5人格赛事相关视频，万元奖金、100万流量激励等你来拿。
辉煌共筑不朽传奇 ，IVL 官方出品的电竞收藏卡《第五人格赛事收藏卡 IVL 2024秋季赛》全渠道火热发售中，视觉锐意革新，工艺极致淬炼，方寸之间封存传奇，历史换回，激扬记忆。感谢官方内容合作伙伴网易大神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上 COA 看大神，完成观赛任务即可兑换大神专属 COA 应援礼包，还有灵感碎片等多重游戏好礼等你来拿。看赛事评分榜，锐评 COA 9生鲜新鲜事，参与赛事竞猜更有机会赢西式时装购置金，快上大神 APP 参与吧！是的，也是来到我们第2天的比赛日了。对的，我们昨天看的也是非常的激动啊，有很多的民间队跟职业选手在过招，也是打得非常不错的。没错。其实昨天的比赛看下来，感觉在一些选择上面，可能职业队伍跟民间大神队伍他们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对的，就比如说，其实大家第一回合感觉职业选手会更加青睐于我们的4大天王，而我们的民间队选手可能还会相信自己的绝活啊，或者说一些比较求稳的角色。是的，而且包括昨天，其实在发挥上面来看，可能说4大天王呢，他的一个底蕴还是在的，拿出来的话都基本可以拿到平局往上的这么一个数据。对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赛事日历，今天是我们比赛日的第2天了，也是我们这边预选赛小组赛第2天，我们后面呢还有下周的一个13、14、15号3天，以及最后的复活赛2天比赛。没错，赛程还是非常的紧密啊。对的，我们的总奖金也是非常的丰厚啊，一共是800万元人民币，冠军300万，亚军100万，季军62万，殿军50万，5到8名30万，9到12名20万，13到16名是12万，17到20名是10万。没错，非常的丰厚。然后啊，我们中国大陆赛区也是一共是7张门票嘛，就看看大家怎么决了。是的，我们昨天的比赛啊 ，A 组其实已经有4支队伍已经突出重围，分别是 WBG、ZOO、ACT 和成都积极。是的，那么看一下今天啊，我们 B 组也一共是4场比赛，那也有4支队伍能够杀出重围。没错，那我们看到的目前是 A 组的一个败者组啊，有 XTEAM、IVCCC、CJ 以及 FPL 朱雀的这么4个队伍。对的，他们到时候也要去进行更多的一个拼搏嘛。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 B 组，今天第1场是 VRS 对阵 T 艺速，第2场是 ZS Link 对阵 DO， 第3场是 D 加对阵 GR， 第4场是 FXGT 对阵 GW。没错，非常激烈啊，看这个赛程。而且今天的4场全是什么呢？职业队伍对阵民间大神的一个交手啊。是的，就像我们昨天啊，好像还能看到民间打民间，然后职业打职业。但是今天的话，就全部都是民间队对阵职业队了。是的，这也是大家说什么超神分配的比较均匀的一个点。B 组这边呢，其实都是分的比较和蔼一点嘛，不像 A 组那么激烈。对，但不管怎么说嘛，我们 B 组的强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因为一直看下来，我们 B 组也好 ，A 组也好，里面都有我们非常多熟悉的老朋友们。确实，其实，在今天我们看到之前赛前的一个宣传片嘛，各个队伍的选手在那边喊话，或者说出自己的那句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非常激动的。对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地图选择，主场地图看看会选择什么样吧。因为我们 T 艺速现在是客场，然后 VRS 他们是主场，所以先看看 T 艺速怎么样去搬地图吧。看一下他们在地图的一个选取方面呢，会是更偏向大图还是小图？那这样的话应该是选择把军工厂以及圣心月搬掉了，不给你去出那种奇招怪招的机会。是，而且也不想打小图嘛。如果说小图的话，可能说还得先去把自己的一个杂货商什么的在第1局去使用出来。对的。然后也要看看对手的一个角色池会用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目前这个版本来讲，我觉得像小图呢有一些特殊的角色，对吧？像我们昨天其实也能看到杂货商登场率非常之高，然后包括像使徒，他其实也有在靠前面的对局中去拿到过优势。对的，主要也是杂货商使徒这种角色太稳定了。我们昨天看到的一个4抓也是使徒安嘛，对吧？是，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震撼。是的，因为现在感觉这个版本4大天王其实没有原来说那么强势。没错，其实昨天的一个台球率在第1局中也是有出场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期待他在后续的一个发挥能够拿到怎样的一个成绩。对，因为台球手他其实是没那么吃地图的这么一个角色嘛，不管是大图还是小图，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一个优势给发挥出来。是的，小图的话，那么我回退密码机可能会方便一点；大图的话，可能可以说打求生者来救人的一个拦截，以及我的一个让求生者疲于奔命的这么个打法。对的，但不管怎么说，台球手这个角色，我认为啊，在我们赛场上还是一个比较偏陷阱类的角色。他是给对手主动去创造陷阱那种角色嘛。是。但是如果说对手的阵容或者说他们的状态以及他们的预期里面会有你这个台球手，那可能这个台球手的发挥就不一定会那么好。确实是这样的。但我觉得，如果说求生者这边
可能没有那么熟悉台球手的话，比如说这个台位球手他有很强的一个控场能力，他自己的一个熟练度是非常之高的，可以慢慢的利用自己的一个击球点去把那些密码机给闭合起来，再去回退的话，能够控住场节奏，他还是有机会能够把握在自己手里的。对的，我们看昨天比赛啊，很多的台球手他都是最后密码机控住了，然后慢慢去磨球证的道具的状态，最终拿下了一个比较不错的成绩。没错，其实也是能够看下来之间各位台球手之间也有熟练度上面的一个差距吧。对的。那就看看今天我们第一场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地图也是选择搬掉了军歌场以及圣心院，看一下VRS 最终是选择了永眠镇啊。这张地图对于监管和球人来讲都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发挥空间的。是的，而且这张地图其实也不太能够限制到对面监管者的一个发挥，他可能说还是想让自己家监管和球生能够打得舒服就行了，不用去限制到对面，我只要发挥好我的就足够了。对 ，VRS 选择这张地图还是怎么说呢？对自己的硬实力是比较自信的。这张地图的话，求生者可以打出很多的配合以及套路嘛，但可能说在第一局的话，选择就没有那么多了。对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的双方的一个成员介绍。首先是 VRS 格格、麻油、夏夏、泪水、大海、小天、纯净水。是的。然后是我们 T 数的成员介绍。文熙、猫猫、神坠、佩佩、陶黎、梦露，都是我们熟悉的老朋友们了。没错，包括 VRS 其实也有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选手嘛，像大海之前也参加过好多次我们的深渊。对，然后提到他们的教练房鸭也是我们很早之前的元老级选手。确实。所以看一下他在转到了教练这么一个位置以后，对吧？能不能把之前比赛中的一些经验给带给选手们？对的。因为我昨天看下来，感觉民间队对阵职业队其实硬实力是挺相差不多的，但主要也是比赛的一个心态很容易被影响到。没错，包括一些中后期的抉择吧，我觉得主要还是那种经验不够丰富，可能到了中后期他做一个瞬间的判断的时候呢，就不一定能够做到最好。对的，那么来看一下，这边是 VRS 的大海，这张角色是古董商，喜爱角色是舞女，都是一些偏去保护队友的一个角色。是的。他也是我们一个深渊12强以及 IVL 的训练营选手，我们之前也都是看过他的一个比赛的嘛。是的，古董商和舞女的话风格还是有点不一样，有一个是能够在队友还没倒地之前，对吧，去保护队友；有一个是倒地了以后，他可以去让监管者挂不上他。对的。来看一下麻油，正常角色是咒术，然后下一角色是邮差。这个倒还是怎么说呢？有点相差比较远了，一个手是 OB 位，一手是辅助位。咒术可能说自己 OB 位打多了，就是只想沉下心来破译，就不想去参与那些纷纷扰扰。对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深渊的一个参赛选手嘛，也是我们的青训选手，可以期待一下他的操作。其实这个版本看下来，咒术的登场率也是非常的高的呀，一直居高不下，主要是这个角色太有用了吧。没错。那么再来看一下纯净水，作为队伍里的救人位啊，擅长角色是飞行家，然后下一角色是佣兵。是的。看来是一位在救人方面颇有心得的选手。对的，也是跟我们画面打了个招呼啊。没错。非常开朗的感觉。是的。第一遍可能意识到，没有露脸不太好，对吧？第二遍赶紧就再露一次脸。对的，你看他嘴角那个微微扬起的弧度，我感觉还是非常自信的。好，那么再来看到 VRS 的第4位求热选手夏夏，擅长角色是飞行家，然后下一角色是心理啊。他们队内的话，居然有2位擅长飞行家的选手。那雅哥看了有点喜欢了这支队伍，一会狠狠的看一下，研究一下他们的一个飞行家的打法。他也是首次参加我们深渊的呼唤的一位选手啊，期待一下他的表现吧。没错。而且其实能够打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实力肯定是有的。对，关键还是看他们平时的一个训练的情况。好，这边也是 VRS 的教练房鸭。是的。以前也是跟我当过老队友的，这就同一时期的人了，得你来介绍了。他之前比较出名的是他的一个梦之女巫嘛，在那个年代可能大家打的还比较少，然后他经常拿出来也能够震惊四座。然后这边是 T1的监管者佩佩，擅长角色是跛脚羊，喜爱角色是鱼女，也是我们之前深渊期的季军啊。没错。鱼女这个角色在经过这一波的一个调整啊，我觉得她还是有上比赛的一个潜力的。对，真还的不错，我感觉她现在从原来的保平角色变成现在能打平上的角色了。是的。这边也是 T 的教练艾丽说，想想看，艾丽也转到教练的位置上去了。
看看能不能给支队伍带来一点什么样新的花样。没错，这位更是荣誉满身啊！就他的比赛经验就更为丰富了。我觉得他对 TE 来讲呢，这一波加入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补强。毕竟他也是之前作为一名监管者选手啊，那么他的一个经验肯定会更加的丰富了。对的，很多事情我相信他都能给 TE 速去带来更多的一个机会嘛。那么就看看两支队伍今天的一个碰撞，究竟是谁能够笑到最后了。是的，其实整体看下来的话，我感觉 TE 这边求生者的一个变动不算特别大嘛，那么他们整个阵容可能说可以保持得更有默契一点。是的，那么进入我们第一回合上半的 BP， 看一下上来先把先知加上医生给ban掉了。ban医生也是这个版本感觉监管者非常得去做的一件事情。没错，看求生者这里是木偶师以及守墓人直接抢。因为这版本你第一局如果说想打跛脚羊的话，医生这个点是比较限制你的发挥的。就算你想去摇摆其他的一些单刀型的监管者，也很害怕医生。是，而且你看医生也能够跟现在选出来的咒术去打一套体系，对于大部分监管者来讲也是比较头疼的。更何况医生这个角色四大天王其实都讨厌。没错。那第三手求生者是选择了咒术，监管者ban掉了星娥以及魔术。最后再补出一手气象，这个阵容看起来是非常扎实、非常稳定的。是的。没有特别明显的突破口。现在的第一局，其实求生者能够选到的阵容都是非常的无懈可击的。对的，就看看佩佩应对这个阵容要怎么说吧。想要去强行争一争的话，跛脚羊其实也不错。然后如果说按照我们昨天的一个比赛流程，如果说想保平争胜，那杂货商也还可以。是，就看他第一局会不会去打一下摇摆吧。因为对他来讲的话，第一局如果说摇摆，我觉得你像蜡像师这种也可以拿出来摇摆啊。对的。然后杂货商用来突破木偶师呢，也是一个不错的打法。而且杂货商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个技能机制是让他偏于平起，而且他的多段伤害对于木偶师来讲本身就是比较克制的。是的，就看看佩佩怎么想吧。我们一整个深渊新版本下来啊，看看职业队这边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点什么样的新花样。看一下佩佩的选择吧。这个阵容的话，还是以求稳的监管为主。如果是想要去摇摆一手台球手的话，感觉风险会比较大一点点。是，台球手其实比较怕什么呢？怕的就是我自己有主球了以后，对面的求生者他有足够的道具可以规避我的主球这个控制。那刚好这边还真是拿台球手了，真拿台球手。但是看了一下，能够撑过惯性的角色其实还蛮多的。对，木偶师虽然不算特别好溜，但他拖的时间也是实打实的摆在那儿的。是，这样说的话，也要去赌这个咒术以及这个气象的操作失误。可能佩佩想的是这个阵容打到中后期啊，求生者的一个道具运营的时间会比较麻烦一点点。是，他其实主要还是看主球的一个熟练度了，能不能把人给封住。如果说我封住了你，把你放到我面前的话，你道具也不一定好交出来。对的，像气象、像咒术这种，你近距离的话，你不一定敢去交的。求生者一个 Z 字选点，然后抬手选在了红地核的位置。这个阵容的话，对于佩佩来讲，如果说想要把台球手的优势发挥到最大，一定要尽量拖到中后期，并且在前期有一个非常快的击倒。没错，脸上离咒术和守墓人都是比较近的，看一下他的选择吧。因为这张地图的话，其实我们昨天也有看过啊，就如果你想控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机会的。是的。主要是几台密码机都有机会离得比较近嘛，然后也要看一下最后佩佩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天赋携带了。我觉得应该是挽留张狂，然后带闪现，小天赋可能会携带一手狂暴，有可能。然后，快踩，对，有快踩，冲动不知道带没带啊？然后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是2个化险为夷，没错。现在去米装妹，本场对局是由 T1 战队的监管者对阵 VR 战队的求生者，与者说一文押井为带COA实时赛况解说。好，进入比赛，看一下佩佩的一个追击目标会放在谁身上？先要去墓地压一下求生者的位置。是的，那边是大海的咒术。但咒术这个角色其实对于台球来讲前期不太好追，也是逼一下他的位置，拿下信息。稍微绕一下，找到了夏夏的木偶师，而且找夏夏其实也可以，主要是
找夏夏的话，夏夏2次路易交完之后，台球手自然而然就会获得一层关心。这里是打算先绕一绕了，逛一逛，看一下。那要不把这边板子先踩了呢？就是追守墓人的话，要追守墓，那感觉就是要奔着拿存在感去，感觉不太可能。风险想是要走，掉头对，回去偷袭找马友甲门。对，西向这个位置其实第一波升距算蛮近的。这强风是可以捏出来。对的，封一块板子，看一下前面这个位置还要再上一波车，但是马友这边操作很好啊，他提前回头了。那这样的话，你得再交一个击球点，前期击球点其实消耗的还算比较多的。是的，闪现还有3秒钟。对的，看一下这刀有没有机会能拿到。西向这边手里是没有飞轮的，所以直接一波闪现开刀，让自己惯性叠开。对，但其实前期也逛了挺久的，他主要还是用闪现开到了第1刀，也开到了这个1阶的一个主球。但前面对于马友来讲，牵制是比较大的压力的，因为其实点位都差不多被封住了。倒地的话，还要再干扰一波救人位的密码机啊！是的，这把对于球人来讲，前期的节奏其实不算特别好。其实现在很多台球手他都是遵循这么一个打法，我开局先去逛一逛，让求生者没有能够破译的那么快，然后我多攒一点击球点，再去找机会换目标。对，通过闪现开第1刀，利用主球快速的把人给打上瘾。是的。然后这样的节奏对于球人来讲啊，下一波气象的一个天气屏一定要教得好，如果教不好，很容易就直接出失误。是，现在再控一下独栋这台密码机，让他稍微回退。对，不急，可以等7秒钟之后再把链接给他截上。是，正常给1刀，然后前面这个位置就看气象能不能溜起来了。这样的话，守墓人其实前面在气象追击的时候已经回退过密码机了，这一波再点一下，主球直接抓到。那这样的话，气象没有26，守墓的那台密码机其实也修不了了，因为那个位置3个连接是能够直接把密码机封死，你不管走哪儿，主球都能摇到你。是的。而且最关键的点是在于，他等于说从开局到现在就没有破译多少的进度啊，27%是他从开局到现在的遗产。对，相当于是一直在逛街，而且现在还要补状态，让到时候外面的求生者没有手去破译密码机。是，那这样的节奏其实对于球人来讲，下一波一定得救得好。这里看一下，惯性应该是能透视到这边木偶师的位置。那位置架死了呀！如果说木偶师要救人的话，起码得交2层路易，到时候状态又要掉下来。对，最好还是别救了。这距离应该救不了了，而且自己还要快速进入第2波被追击的一个节奏啊。对的，下一波闪现还有36秒，对于佩佩来讲，现在这个节奏是非常好的。哎，再抓一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能够压他。路易打不出来。是的，但是路易还是交了出来，手速还是非常快，反应也是非常极限的。没错，佩佩这边熟练度非常高啊，他在主球飞过来快掉头的时候，把击球点补上，成功关到了木偶石。是的，这波看看夏夏能不能再撑一撑，最好是把这个闪吃出来，因为如果没吃出来，下一波就基本没人能溜得动这个台球手了。是的，又一个主球，那这一波应该是要等到你的路一结束，然后交闪了。对的，看一下骗一下飞轮有没有飞轮，没有飞轮直接击倒。那这样的话，大海那台密码机好像修不开啊，可能还是要被干扰到。对，那台是90多的，对，可以87，是的，看看来不来得及，90、91，得把人逼走。手里有主球吗？有主球，看一下，这台机子不能碰了。说，那还得再回退一波啊，再等一个击球点关起来。那这一波守墓人再次贴过来救援。救下来看看夏夏能不能再溜一溜吧，因为这台密码机亮不了，对于球人来讲始终是一个隐患。是的，那这里路易一交其实也拖不了多久了，关键是在于求生者的密码机不够啊，他们少的是一台整机，而你这个木偶师已经是马上要2挂了。是的，看一下现在2个求生者受伤，这个惯性叠的实在是太夸张了。这一波夏夏应该也没有什么牵制能力了。倒地之后，最后一台密码机得要大海这边来拖一拖。是的，如果拖不了的话，可能就不太行了。但这边应该是选择直接上车去管机子，很聪明的选择。这样的话，求生者得去补状态。对，而且这边守墓人也不一定能够溜得动。一旦守墓人倒下，这台遗产求生者可能就全局直接崩盘了。是，这里通过这一块小短板，守墓人也是还在进行一波牵制，没办法，只能把这块板给踩了。对的，由于之前守墓就2波人都是没有下铲，所以他这边是一个新的铲子，能够拖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对的。那现在的话就只能继续跟着了，看一下找机会打出来以后有没有机会快速秒掉守墓人，因为那边把木偶师给救下来以后，让木偶师去补
最后一台密码机的话，其实还是有机会打一个求生者的疲于奔命的。是的，看一下这个主球又咬到了，场上3台密码机其实离得比较近，算是一个台球手能够控到的3连。是这局对于球人来讲，如果说下一波救援没有救得非常漂亮，可能还是要有面临一个被3抓的一个机会。是，现在关键点在于我有机会可以出去把你的木偶师直接继续逮捕。这把对于佩佩来讲，3台密码机连得很近，而且手里击球点也很充足。是，现在木偶师是挂飞的。就看一下佩佩怎么想吧。先封一下那边的密码机，到时候木偶师也不好修。大海手里有3层猴，这3层猴要逼出来的。看一下这波走位，先选择一点一点交。对，但是一个主球把你前面一个板子直接封住，那倒地，下一波飞轮也没交出来，这把球着看下来就无力回天了。是因为2个半状态没时间补啊，下一波手里闪现也好，密码机也控得住，而且。外面的遗产还会持续性的被倒退，佩佩选择把人给挂回 S 板，现在就有点危险了，因为夏被架在这里，你只能去抢救咒术了。是的，而且如果说你夏凭着你的路易强行救人，那你下一波也会上瘾。是，更别说现在还是能不能救得下来的。球关到了，这个距离根本救不了。而且现在莫尔斯是挂飞啊，看一下守墓人也过来了。但是感觉也是很难救下来的，必须要一波正趁把监管推开才行。是的，骗了一下，哇，太难。还好是没有被打一个救不下来，救不下来的话就更难受了。但这一波打到了咒术的针对，其实也不舒服啊。对，那现在场上求生者3名求生者全部倒地，这把看下来佩佩的这个主球熟练度实在是很高的呀。对，基本上没有被躲掉。对，求生者道具虽然很多，但是都。没有成功躲掉他的一个主球的控制，是的，他封路的思路也非常好。在手里有闪，看夏能不能预判这个闪现，还在骗一下有没有飞轮。对，主球看一下，把这个路易直接逼出来，但还是咬到了。我的天，这熟练度，这个主球太夸张了吧！那守墓人也交出了绝处逢生，现在2位求生者都没有绝处逢生，想打这波直接解擦了，手里还有闪，直接打一波双趴。外围木偶石的路易也已经交过，这把。感觉求生者是要被4抓了。是的，所以把咒术师打倒，哇，太心痛，带着5层猴飞天了。那现在这个节奏来看，只要排到木偶师就是一个稳稳的4抓。对的，手里击球点还是比较多的。木偶师做一个现在纯白板，没有飞轮，只有一个弹射，也很难牵制起来了。再一波主球咬到，直接击倒，有一个精准的预判。是的，这把感觉佩佩的这个台球手真神了吧！上来就是一个4抓，为队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上来就是一个5分的积分优势。是的，但这一把其实你可以看到，求生者并没有给什么太大的失误，对吧？比方说我给个震慑，或者说给个其他奇怪的操作什么的，反而是佩佩他一直在利用自己的熟练度以及主球以及控场，慢慢的去把求生者的节奏给打没掉的。对，因为只要我的每一个技能都必中的话，那么你求生者其实是根本没法去防住他的进攻的。是的，而且我们不光要看这个台球手的熟练度，还要看佩佩他的这个思路，可以说是非常好。他打到最后3台，我不着急去淘汰，我不深追，你慢慢打，状态要补也没关系，反正我有足够多的一个击球点，我能够快速位移。3台密码机你只要修不开，永远都只能活在我的这个掌控之下。问题是在于什么呢？求生者他不是不想调整啊，是佩佩那边控场的速度太快了。我这边还没有去摸，你那边又换挂了，就让求生者一直处于一个疲于奔命、来回跑的这么一个情况。是的，说白了，控场监管想打控场还得有快速击倒的能力。没错，这把佩佩是给真的很多的我们控场监管玩家上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课，真的是教科书的一集。特别是到中后期，其实求生者的半状态比较多了，对吧？他的一个惯性能够叠加的时间更久，以及一个摧枯拉朽，因为他其中也是进行了几波换挂嘛，后面的摧枯拉朽其实也是叠了很多层。是的，也可以让自己快速的去进行一个追击。对，我们看可能之前的一个比赛，我们求生者打台球手的时候，他是有时间打3人去摸状态的。为什么？因为台球手的一个击倒能力不足，他的击倒时间太长了，导致说可能自己在地图上面逛的时间会比较久。但这把对于佩佩来讲，他该追击就追击，该控场就控场，要控密码机，要追人，思路特别清晰，而且击倒速度一点都不慢。是我们来看一下这把赛数据，麻油是49秒的牵制，然后纯净水103秒，救人4次。大海是39秒的牵时长，救人1次，破了286的进度。夏是破2台密码机，牵制127秒。佩佩这把是命中了求生者18次，击倒12次，最终拿下一个4抓。是对于这个台球手的熟练度来讲，我真的只能说实在是太高了，炉火纯青。
他对于主球的一个把控，就是他那个击球点，我觉得是能够非常快的去弥补回来的。就因为你其他人去追，他可能说主球空个1、2个，那么你的 CD 那么久的一个技能空掉了，你的追击就减缓了很多。那佩佩什么？就我每放一个主球，我可能说线拉过去，马上要被你躲掉的时候，我立刻补一个击球点，他会拐弯这个主球。对，而且最重要是把求生者的一个前进路径给封死了。如果说你不吃这个主球没关系，我本体马上就靠近你，直接给一刀。如果说你往前走 ，OK， 你吃主球还是吃一刀。对的，就人格这游戏，我觉得就是什么？如果说监管者他每个技能都能命中你的话，那么其实求生者是完全打不了的。就像红夫人，如果说我们100%水镜都能命中，对吧？那你再强的职业队伍，他其实也很难抗衡。哎，还得是咱俩亚哥。哎，你说100%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想，哎，这红夫人不就是典型的案例吗？对啊，就想到一块去了。那其实那个台球手的话，我觉得他确实在主球的一个释放上面真的太关键了。而且他还得去把握自己的一些击球点的数量，对吧？我什么时候用来封密码机，什么时候用来留着，什么时候用来追击，都是很需要他的一个经验的。是的，这把看起来佩佩的台球手根本没缺过击球点，只有在最后追击的时候，可能手里差不多就剩1个击球点，但是那个击球点也把求生者的路给他全部封死，说明他确实是对于击球点的一个数量控制得很好。对，我什么时候追击，什么时候用来给那个主球位移，什么时候用来锁密码机让他回退，都很关键。是的，还有每一次什么时候去进入假想腰去巡场的一个控场机会，都是把握的非常到位的。对的。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双方换边。首先是 T 速的求生者猫猫，擅长角色古董商，喜爱角色也是古董商，哎，荣誉是深运的呼唤6、4强。是的，整体来看，猫猫也是的一位老选手了。古董商确实发挥的非常好，对，而且他的一个角色池上面其实是不止古董商的，很多角色都可以打得很好。是的，多得很，而且他也是身经百战嘛，有非常多的一个牵制经验啊，他的去一个辅救的经验，打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好，这是李宝，擅长角色是大副，喜爱角色是病患。也确实很符合啊，因为他其实在比赛中，不管是病患啊还是大副，他其实都登场过很多次。对的，然后包括他之前还有使用过机械师，也是发挥的非常的亮眼。是的，然后他也是深渊期的季军嘛，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就看看今年深渊他们能不能再突破一下了，期待一下吧。是的，再来看到 T 的下一位选手。陈坠擅长角色是幸运儿，喜爱角色是祭司。哇，祭司这个角色感觉也是陪伴他很久的一个角色了。没错，而且这2个角色其实都有一定的辅助队伍的能力嘛。相信他在队内承担这个职位，其实打了那么久啊，也是有非常多的经验了。而且包括他之前，我记得有一次什么打昆虫，对吧？利用昆虫用虫群，他给推到板间，然后自己本体再过去砸板，这样的一个小配合，是的，打得非常好。是的。那么再来看到 T 速的最后一位选手梦露，上角色是飞行家，喜爱角色是弓箭手。哎，这2个角色对他来讲好像也是差别蛮大的2个角色。是的，而且他的历史荣誉也是拿过深渊的8强以及 IVL 夏季赛的亚军。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嘛。其实他加入我们联赛的话，并不算特别久的那一批了，很长。对，不过他的一个个人实力呢，也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就可以证明出来了。对的，也是经得过考验的嘛。那么来看到我们这边 ERS 的监管者是泪水，擅长角色是雕刻家，喜爱角色是喧嚣。对的，也是首次参加我们深渊的呼唤的一位选手，然后也是前 IVL 的选手。是的，感觉比较内向啊。有可能是初次来到我们的赛场嘛，会稍微紧张一点。对的，对的。但没关系，我相信只要比赛打得多了啊，他就很快能够适应到我们这个比赛的节奏了。那这样就也是要说到嘛，职业队跟民间队的最大差别就是他们在面对比赛的时候的一个心态，能不能抗压，这个还是非常关键的。是，看一下吧，因为其实对于他们来讲，今天是他们的一个选图嘛。那我觉得他们选择了永眠镇这张地图的话，求生者没有发挥好，就看监管者这一方能不能说在永眠镇去把比分给追平了。对的，然后要在这张地图去面对对手的一个阵容拿下一个4抓，感觉还是有点压力。放平心态去打，我觉得是最重要的。然后也要看看对手的阵容里面有没有什么破绽可以针对一下。是的，是的，期待一手吧，因为目前来讲，泪水他的一个角色池，我觉得也是非常接近我们职业监管的。
对于 VRS 这支队伍来说，他们也是提前非常久来备战我们的深渊，所以他们的一个训练强度也是非常之高。是的，所以也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一个操作的一个发挥。对于类水来讲啊，这样的一张地图，感觉对手很难会给他一个有突破口的机会。是选阵容的话，感觉还是偏向像木偶师、园丁这种求稳的角色会很多。那这样的话就强调了一下，看看他能不能去打开这个突破口的能力了。而且在阵容方面，我觉得他们也得考虑，也得去绑一下这个台球手。目前来看的话，我觉得各位监管者选手他们手中肯定都是藏了一手的。是的。然后感觉看下来啊，台球手到现在的一个胜频率还是蛮高的，很难输。是，下限会高一点。可能说上限呢，还是看你中后期的一个控场运营吧。但是它的下限就在于我的闪现加张狂这一波配合可以直接开出我的一阶，那么我第一波挂人呢就不会特别的久。对的，然后也要看求生者中后期的一个运营怎么样。如果说有人没扛住压力，被很快的击倒了，那也是很偏向于台球手的一个多抓局。是。这张地图哈，我们也是刚看完一把控场啊，所以也是期待一下吧，看一下两边谁能够继续在这一局发力。看一下泪水上来是先把机械以及先知搬掉了，像是原来的那种感觉又来了。搬机械的话，对于他的角色池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适配的，因为他的不管是雕刻家还是说他的一个喧嚣，对吧？这两手都不喜欢机械池。是，但是这样的话，版本强调的医生就来了呀。这个医生在经过版本改动之后，还是比较强力的。医生加弓箭手。这两手的话，你的跛脚羊拿出来就没有那么舒服了，而且这样地图又天生的限制到歌剧的一个发挥。那第三手看一下班大副选手木，应该是没什么太多的一个意外了，去改变的一个意外了。对的，什么人？木。看看最后一手怎么说？最后一手也搬不完，说实话，有木偶师，有气象，都还在。然后能真的角色也已经出来了，就正常求稳就打就好了。园丁也不错。把飞行家给搬了，飞行。那看看这最后一手，搬飞行家，我感觉泪水想摇摆了。有他放出这个医生，然后再搬飞行家，我觉得他可能是想打一个多刀型的角色了。对，也有可能想打艾维，因为有一手弓箭手可以针对一下。是，如果是多刀型的角色的话，处理医生确实会比普通的单刀型稍微快一点，但是他多刀型就怕什么呢？怕提前来保活人。对，这样的话，弓箭手只要提前靠过来，因为多刀型角色他基本上都是腿比较短的，他难以在追击上面快速的拉近身位，所以是会有那么一些缺点。是，想想看这个阵容的话，要符合压根你综上所述的一个优点，感觉也就有杂货商，但是杂货商的话又不好去四抓。是。如果说泪水像你说的那样去使用一手艾维的话，确实有突破口，但是有医生这个角色在，那么中后期其实求生者的一个调整速度会非常的快，他不太有那种救完人以后半状态，然后你一个陶片挂在那边他不敢破译的那种情况出现。而且最重要是什么？这个医生可以站在最危险的位置修，是他总归是一个满状态，你只有深追他才行。但是艾维没有快速去拿2个状态的能力。对，你想想。艾维追别人，对吧？他可能闪现，然后满侵蚀值1次就打倒了。但是医生不一样，他至少得让你满侵蚀值2次。对，毕竟他是可以让自己的状态多1格的。对，这么一个角色。是3刀啊，到时候对于艾维这种单刀角色来讲很痛苦。是，医生真的是不吃压力的角色。哦，就还是掏了一手喧嚣。喧嚣登场了。感觉喧嚣在目前这个版本来讲，其实登场率已经下降很多了。但是相信泪水吧，毕竟他也是自己的一个喧嚣绝活。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喧嚣还是在版本改动之前的喧嚣 ，CD 还是非常长的。是。喧嚣打医生的点在于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可以用焰火舞台去黏住医生，那么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白板。对，但是怕的是弓箭手来保人，被射下来一波，那我得重新上3个球，这是比较痛苦的一个事情。来看一下选点，这边求生者的选点应该也是一个 Z 字形，把这个医生保在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那看一下监管的选择，我觉得还是往红蝶河的方向去选一选会比较好一点。红蝶河或者墓地门，这样的话墓地门可以快速接近医生嘛。红蝶河的话，它可能说封的密码机会稍微舒服一点。是的，就看这边怎么选，还是选红蝶河，把求生者去尽量去给它分成一条线。
能够干扰更多的密码机。哎，还在思考选到了墓地里面，想封还在思考。想想看，最后还是选红蝶河，是因为墓地总归是有风险的，对，脸上可能不是好追的人。但是这样的话，其实这边弓箭手应该是不太好处理的，他有可能会直接去追守墓人的。对的，中场的守墓人，现在这个版本，喧嚣想赢，他就得另辟蹊径，是能够快速的处理掉你一个救人位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对的，而且这个选点也算是选的比较近，看看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吧。然后天赋上面看一下，凶者这边化险为夷带几个，感觉会要带2个，因为他们要求稳。看一下，对的，2个化险为夷，然后2个袭跳反射配合飞轮效应啊。是的，然后泪水是张狂加底牌这么一个天赋。没带挽留也是要拼了，去看能不能拿到一个4抓。那么将进入比赛，本场对局是由 VRS 的监管者对阵 T 组的凶者，由解说压解解说叶问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好，来看一下泪水的追击目标，先往中场走，逃离，直接逃离了，离得很远啊。毕竟这把他是有可能成为那个被手追的。对，距离拉得很远，但看样子好像还是要追他。是，这一个双人惊奇，上到一个白球，第2波是没有上到球。那这样的话，身位是可以稍微拉开一点，一会儿一个震颤应该是要往独栋方向走了。是的，看一下手里带的也是窥视者，是这个点可以往前面走一走，封一封。这边很早就交了一个震颤啊，那现在双人机器的 CD 确实变久了，所以导致他不一定能够，哎呦，没有来得及覆盖掉这个铲子，还是让李宝成功进铲，又一个震颤，躲得很好啊。对，这波双惊喜第1段是没拿到任何的惊吓标记，第2段的惊吓标记倒是拿到了，但是这边2块板一下，感觉又有机会进铲啊。对的，先用红色覆盖住，但是陶离也是有意识的往边上靠啊。这一波的牵制的非常的好，是的，因为他离开了这个覆盖区域，而且他的震颤和铲子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对，一个铲子用3次，而且最后还扛到刀了，到现在才被你打出地下的存在感啊！哇，但是现在就亏了，是的，就亏了，热射打出来了，感觉他其实有意识在等，但是没办法，泪水的操作实在是太快了。是，而且他那个位置其实也被一个双惊喜给架住了。虽然说是一个震慑，但是求生者外围的密码机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对的，2台半多一点了。梦露被通缉到，那现在看一下求生者那边怎么安排吧。3个人其实都是在大致一个方向的，所以并没有人能够给到手乙方面太大的压力。而且这个人应该是要卡满了，从这个走位来看。看一下猫猫那个身位怎么说，还是要在原地去拔一下眼。是，这边就是声东击西嘛。我现在看一下弓箭手也贴了过来，好像是想出动2位求生者来共同救援的一波了。对的，那下一波也是要让弓箭手尽量去保一保了。是，毕竟李宝手上还是有半个铲子的。这里木偶师被打进了半状态。那这样的话，感觉李宝也只能往角落走了呀。是的，他不太好溜了。哎，但是这里是反走，想躲一下他的转盘范围。看一下到场谢幕还在 CD， 对的，但马上也要好了，让谢幕绕过来直接击倒。而且弓箭手也别过来了，这一波其实就是套个化险为夷，让守墓人发挥最后的光和热。对的。然后下一波节奏的话，就看泪水续的快不快了，因为其实外面的熊通缉到了医生，还不错。那这波对通缉到医生的话，其实还可以啊，可以直接去追他，续一下的节奏。是的，这一把对于泪水来讲，其实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去拿一个多抓的，但是4抓还是要看看接下来能不能拿到节奏，就看求生者这边给不给机会了。对的，他能不能快速续上第2波的一个节奏，非常的关键了。这里看到了脚印，也是提前去拦一下猫猫。是的，我们需要注意，这一把凶者是有2个求生者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的。对，还是比较危险。第一剑直接命中核心，很准啊，非常精准。猫猫往外转，但是这里有2段空中飞人，所以也是能快速的拦到。是的，这一波双惊喜被模型卡了一下，所以第1段没有拿到足够的惊吓标记。而且这里后侧秘弩的撕裂值也是成功叠加到了100，一个抽刀抽到了，可以。外面的密码机不是特别够啊，最后一台是刚开始修的，泪水打算去管一下遗产了。这个点位好像有3连啊。
2楼一台 S 版一台以及甲门一台，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近的3连。是的，但是喧嚣的一个近身能力还是比较差的，他得慢慢走过去才行。空中飞人不能随便交。点位直接跳下来落地，找到了医生。这一波是有机会把医生给处理掉的。这边这个板区双机体可以直接架住。对的，算是已经架死了。但是这2波走位走得非常漂亮啊。对，那双机体还可以再复用一波，还是本体先打。 然后没有选择复用了，对的，当时有飞轮，但是红色焰火舞台范围一直覆盖着，不让神坠交出这个飞轮。这个位置接近板，然后想要自己的一个针也扎不上。没错，一波反弹，那可以在这个地方再稍微绕一下。2个小点直接用，把自己状态直接打满。是的，而且还有触摸效应，跑得非常快。 他也是利用了一波泪水在踩板的瞬间嘛，没法用焰火舞台沉默住他。对，2个小药瓶就直接交出来，想来一个预判，但是很可惜还是被打倒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穷者最后一台密码机已经90多了。是的，这个位置感觉可以直接亮啊，因为医生跟弓箭手都是没有回光返照的，没错，要打拉扯要打救人的话不太舒服的。是的，看一下这个位置直接放下来。 要去处理弓箭手，弓箭手就在脸上，手里有一个飞轮，然后一个秘鲁跟2个龙骨弓能操作出来吗？弓箭手其实现在他就是在拖一个木偶师点门的这么一个时间而已。而且这个龙骨弓的命中率还是非常可怕的，2箭全部都命中核心了。秘鲁也中了，前面进板前能出刀吗？看一下来得及吗？哎呦，很极限，还是解了一波差。不过喧嚣本来也没有插到。是的。 那这样的话，神坠那边是有机会能够起的，爬起来。泪水手上的泪水手上窥视者也快够了，是。他把自己扎满，然后让木偶师过来帮忙扛刀，或者说木偶师去救人，都是有可能保平的。对，现在的话，神坠跟队友说：“哎，我状态打起来了，我能走了，你不用管我，直接冲。”一个窗弹，看一下现在的话，对于泪水来讲，应该也是没办法拦得住了。是的。 毕竟是没有带挽留的嘛，如果带挽留，说不定还有机会。但没带挽留的话，可能就没办法了。对，毕竟他不需要插刀，他是有可能说用挽留去打木偶师2次的。对。最终是双方在第1局的下半场保了个平局。那这样的话，也是T1素在第1回合对手的选图情况下拿到了一个7比2的比分优势。是的，还是有点没想到啊，T1素在这整个休赛期的一个准备的非常的好。 这个医生拿出来，其实喧嚣是有那么一点克制的感觉在里面的，包括前期的处理守墓人，就你正常来讲，守墓人牵制成这样子，已经是非常优秀的一个牵制思路了。对的，包括一个牵制路线，因为这把我们可以看到李宝他2个铲子用了2次震颤，然后包括最后上椅之前呢，其实还是省下了那么半个铲子，下椅后也成功拖到了时间。 还是能操作的嘛，然后虽然失了震慑，但是你看他这个拖的时间也够了，圈着压满一波密码机外围，再打拉扯一下就好了。是的，是的。如果不是震慑的话，我感觉整体的密码机进度还会再多一些。可能要偏向3台甚至更多。那这样的话，对于圈来讲就是一个能够去争一个3跑的机会了。毕竟这边监管者也是没有携带挽留的嘛。是的，是的。但有点小瑕疵，其实也无关紧要，因为后面的话，求生者也利用他们的一些配合啊，包括自己的一个团队决策。 成功的把这个密码机给拖够了。对的，而且看下来也不得不说，猫猫这个弓箭手啊，2次龙骨弓都是那种卡的极限视角命中核心，准度是非常高的。来看一下赛后数据，猫猫破译了255，牵制了51秒；李宝牵制了79秒；梦露破译114，救人1次牵制22秒；神坠破了153，牵制了58秒。是的，泪水这里破坏8个，命中穷者35次，恐惧者2次，击到了4次，最终是保下一个平局，被T1素这边拿到了一个7比2。那接下来的话，对于T1素就看看他们第2回合选图的时候怎么样去选，看能不能直接终结对手。对我现在觉得就是喧嚣在这个版本，他想追守墓人，还是没以前的版本那么舒服了。就对他的一个双龙金使，因为 CD 的一个变长嘛，会导致不太跟得上守墓人那个震颤的位移，然后跟你拉点，因为你前期没有那个空中飞人的时候，你其实是不太能够快速赶上求生者的一个身位的。 那我一个震颤完了，跑到一个板子后面去，你这个时候双龙惊喜还在上一波点位用过了，对吧？没有 CD， 那我再拖个几秒钟，我又可以下铲了，又是一个震颤，再继续给你拉到下一个板区了。是的，而且经过我们这么多次改动，喧嚣它本身的自己的一个移动速度也是大不如前了。原来可能走过去非常快的就能贴近求生者，现在的话走的还是感觉稍微有点慢了。是的，是的，所以可能现在的喧嚣更偏向于去做一个对策卡吧，在第2局或第3局使用会好一些。 那刚才比赛非常精彩，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吧。尽量。
车，我去澳门。能变出来吗？救不下来，救不下来。分身，你先耗我12秒。喝盗墓地。不着急，握手这个方式，要么没刀，要么没底牌。哎，还是死了，还是死了。没分射，没分射了。11秒。发红。欢迎各位回到 COA9 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鸭姐，我是解说伊文。那么要继续进行的是今天的第一场比赛，由 VR 4人队对阵 TE 速战队的第2回合。第一回合 TE 速这边是率先拿到了一个7比2的比分，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而且来到了第2回合的话，也是由他们进行一个选图啊。那这种情况下，我相信 TE 可能会根据自己角色池上面的一个广度来选一些比较不常规的一些地图来限制 VRS 这边的发挥了。是的，而且你从角色上面来想啊，TE 速这边第一回合掏的是什么？掏的是有台球手。那第2回合现在4大天王全在外面，我可以选一张什么？像唐人街这样的角色，或者说月亮河。对，或者说胡景春。是，只要我歌剧能给到你压力，你始终得搬歌剧，那这样的话，其他3个角色就全部放出来了。没错。所以感觉上来讲，就是杨和歌剧2选1。是的。因为大图的话，杨歌剧都可以发挥得很舒服嘛。然后你如果说想针对艾维这个点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不太好针对，因为其实这2个角色它是不同方向的一些角色。是的，那来看一下这边的地图选择。对于 VRS 来讲，他们能搬的地图其实也就只有一张，感觉对于整体来讲啊，其实很难去限制到对手。搬唐人街，那这样的话，地图看看 TE 速怎么样去选。月亮河跟我们猜的其实大差不差，就是给你2个选项，看你想打歌剧还是想打我的跛脚羊。没错。而且月亮河掏出来的话，其实一张大图嘛，它就代表自己不想在这个地图打杂货商了，因为杂货商可能会稍微难发挥一点。对的。然后可能说也让对面的一个杂货商发挥的没那么好。那现在佩佩他手上呢，他是有4大天王在的，他不用在这一回合去跟你赌杂货商这个点，对吧？那所以说我只要让你的杂货商不舒服，我照样打我的4大天王，打我的跛脚羊或者歌剧就够了。是的。那就看一下 VRS 他们接下来能不能去扛住 TE 速的一个进攻吧。毕竟到了第2回合 TE 速选图，他们这个进攻意图是非常明显的。没错，再加上第1回合已经拿到了一个7比2的巨大比分优势。TE 速现在肯定是想着稳中求胜，而且肯定也想着快刀斩乱麻嘛，看能不能说2局直接拿下。对，但对他们来讲，就算2局没拿下也没关系，因为前面有一个5分的优势，这一局就算保平拖进第3局 ，VRS 还是会比较艰难的。是的。然后也要看一下 VRS 这边泪水能不能再掏出一手能够去拿到不错成绩的角色吧。因为现在常规看下来，也得走4大天王这条路了。对。但关键是他之前掏的喧嚣应该算是他熟练度排名比较靠前的角色了。那这一把的话，我觉得 TE 应该就比较有针对性的去搬个跛脚羊或者说歌剧，然后还是偏向于单刀型的角色去防，因为这张地图本身也比较大嘛。如果说你真的打雕刻家的话，那其实求者还是有比较多的一个串联的方式可以串联起来的。对，主要也是看一看我们这边民间队求生者的一个发挥嘛。不过那再怎么说也要等到下半回合了。看一看 TE 速的求生者，感觉这一把他们的一个选择倾向角色就可能会偏向那种进攻型角色，像什么小说家，对吧？然后像什么救人位里面掏一手大副，对，或者掏一手逃脱大师，这种角色都可以。是，或者说就把跛脚羊给搬了，然后去尝试打那个玩具商体系也可以。对，也都可以。现在玩具商体系可强着呢。也要看一下双方的一个角色选择吧。是，而且这个地图也不只是玩具商嘛，像我们目前这个版本来讲，祭司也进行了一波调整，对吧？我觉得祭司也是有机会能够登场的。是的，然后神罪也非常喜爱祭司这个角色。对，然后对于泪水来讲，他上一把用的是一手喧嚣，那如果说对手要搬他羊或者搬歌剧，他还有台球手可以尝试去使用。还是得看他自己的熟练度如何了。因为台球手这个角色，就是你下线虽然确实是很高，但是想打上线呢，一定得是你自己的熟练度足够。对，
很多的台球手玩家总是会卡在说，我现在能稳定保平，但我就是不管怎么样都很难去拿到那个3张，我不会拖节奏。就是你控场方面，我觉得是最关键的吧。就你什么时候得出手去硬追了，什么时候就是得再回头先把这边的密码机给锁了，然后再去管下一个人。就他的每个进攻的节点呢，他得把握好。对。甚至可能说他要进攻之前也得做好铺垫，就比如说我这个半场我干脆就比如说月亮河这个半场干脆就不走，是我就一直守在这里，尽量去让这个半场有3连密码机，对，或者说4连，因为其实不管是起点还是终点，我觉得都是有可能说留下一些连击的。对的。那其实就算他这边没有连击，哪怕有一台是在很远的地方，但是他也可以通过提前去设置好的一些击球点嘛，然后用主球去限制求生者在远端的一个破译。是的。然后要看一下 T1速的求生者他们怎么样去应对吧。来看看我们第2回合上半场的 BP 画面。上来先搬掉古董商加上先知，有一个比较大的摇摆空间，然后也是传递出一个信息，我肯定要选4大天王，你要小心。是的，那这边也是把跛脚羊给搬了。跛脚羊其实还是比较克制各种各样的辅助角色的，像玩具商、像技师，其实都不太好牵制跛脚羊。对，那这边一般的话 ，T1就可以拿出比较舒服的一些辅助角色来打了。是的，上来直接掏一手火刺调查员以及气象，是非常适合这张地图的一个角色，也比较常规。这样个角色的话，也可以稍微防一下割据。对，一个终点站，一个鬼屋有了，接下来看救人位怎么选，要搬什么？这张图是大图啊，大副跟佣兵，我觉得可以偏向佣兵一点点。是，但是你搬掉哪个，另外一个其实登场他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搬掉了小说家，不想给你进攻的机会。是，这把泪水这边是想着先防守一波。哦呦，飞行家点出来了，求生者这把非常的硬啊，这个阵容。对，有2位可以飞天的角色，而且他们在作为补救位的时候呢，监管者也很难去拦截到这2位。对，说白了，这个阵容你甚至都不知道第2个化险为夷，甚至第3个化险为夷会带在谁身上。没错。这里是选择搬掉了佣兵，对，那最后补一手大副，其实也不差的。大副野人都还在，还能拿大副。救人方面呢，会更稳定一些。是的，而且这个阵容看起来是追击方面啊，也很难找到突破口。2个往终点一站，然后是吧？然后一个火灾调帅员一进鬼屋，是没什么好追的人。除非他就是来打那种我鬼屋板区后面快速追击火灾的这么一个打法。但其实也比较难，因为火灾的话，它是稳定可以绕着鬼屋来一圈，然后再进入鬼屋板区跟你进行一波牵制的这么一个角色。哪怕你是割据，你也追不上他。而且对于泪水来讲啊，他这样的一个班位，其实是想尽量去在这个回合拿到一个比较不错的比分，最好是拿一个多抓。是的，所以看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角色吧，因为这个阵容其实还是比较限制那种走地型的一些追击监管者的。对的。然后求生者这个阵容，感觉上来讲，如果他们想要2-0带走对手，化险为夷可以带3个。但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求稳，就正常来带2个就好了，带2个就差不多了。是因为这一把他们的一个阵容来说，带化险为夷的那个人比较难追。像大副对吧，肯定是不好追的。然后飞行家或者气象其中一个人再带一个化险为夷，那这2个角色也是监管者比较难以突破、难以去闷掉这个化险为夷的角色。是的。看看泪水在这个回合的一个角色选择，其实真要说啊，台球手还可以打，这个阵容的道具都是能够去消耗的。是的，台球手拿是可以拿出来，就看自己的熟练度如何了。但我相信他敢拿，他一定是有很高的熟练度的。是的，然后也是想看看能不能在这一回合去把队伍的一个比分给他抬回来。是，就来看看吧。这把对于台球来讲，天赋也没什么太大变动了，感觉应该也是挽留带底牌，没错，或者挽留带张狂，底牌可能性会比较小一点。是，主要是对手没有什么角色能够给你拿很多的存在感。带底牌的话，其实就是站未来，让后期的上限更高一点。但是你前期开主球就会慢一些。是，看一下双方的选点，看一下，应该也就是有一波摇摆。把这个火灾放到了桥上，对，那这样的话，离台球手的位置就比较近了。然后泪水是选到了2战的这么一个位置。对，那感觉可以追这手火灾。其实有的时候感觉台球手还比较克火灾。是，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前期追他的话，火灾那个位置你不太好落地。
就你落地的话，它其实附近的板区还是比较多的，对吧？我只需要往那个帐篷外面走，那边的板区很多很多。对，但第一波能贴脸，而且脸上还是个比较好追的求生者，看看泪水会作何选择吧。是。然后也要看一下求生者这边天赋携带啊，感觉敢把这个火灾放在桥上，火灾天赋应该是一套正常的，可能会带化险为夷的天赋。果不其然，3个化险为夷。然后是张狂加挽留。对的，求生者这边是气象以及火灾，没有携带回光返照。现在举名方面，本场对局是由 V24战队的监管者对阵 T1战队的求生者，解说一文压紧为您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来看一下泪水这样的一个选点是可以直接去找猫猫的。是的，但开局的话也没有直接交击球点啊，还是想先攒一下，对，确定一下猫的位置，甚至是可以把它给架出板区再交击球点。哎，往左走，想要去压一下神坠的位置。是的，感觉应该是要在这边下一下击球点，然后再去找后面的猫猫。这样的话可以一会儿封住这台3战的密码机。对，因为这个追击目标肯定是不会变的。猫猫这个角色还是比较克制的，还是比较好追的。对，来看一下这个位置，这样的话可以让神坠那边多跑一点图啊，这边可以翻。然后2个弹射都交掉，距离拉的还是比较远的。对于泪水来讲，这一波好像没有什么好的拿到机会，要不要偷一下这个气象试试看呢？哇，气象这边捏强翻风到脸上了，看一下。强风捏得很快啊，对，而且刚好利用自己的一个窗弹，也是躲掉了泪水前期的第一波攻势。那泪水想了想，你都到我脸上来了，我总不能不追你吧？是，而且马上闪现就好了，前面的板区应该是有机会可以闪现开一刀。看一下这个位置，又是捏了一个强风，想骗一下飞轮。神坠这里是一个强风，拉开一波闪现的身位，不让你有一个快速闪的机会。是，那你还得再上一波加强腰。是的，然后一波回头。这样的话有一个平地拿到机会啊，惯性给的移速还是非常的快。对的，这边神坠也没想着去交空气瓶，我不着急，因为我知道我其实前期这个6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是，但关键点在于求生者这一把是在终点半场进行牵制的啊，所以这边可能会留下来那么一个3连。对的，这把看一下，其实泪水手捏了一个成鱼，这也得注意了。对，手里击球点也不太够，泪水这波追击可能有点压力。是。看一下这个位置，主球封一波，没办法回头走，那该倒了。没错，而且还有冲动这么一个加移速。看到外围密码机也是刚刚到了2台半。是的，3战那台密码机也是一直在被控啊，所以火灾对，所以火灾的进度并不算特别多。是，这一波有点不太够，暂时要封的话会慢一点点。然后再封了一次。对，看一下大副这波怎么救。救援的话，我感觉大副救人是问题不会特别大，不过这个对方距离有点远了，还行，也是能够掏下来。但是气象手上是已经没有道具了，是的，所以对神队来说基本是比较难牵制。把板子一封，但是想翻没翻到。那这里主球拉回来又要被管住这附近的遗产了，只能刀角落往门口的一个角落倒了。对，看看3战这台能不能抢开吧，80多。应该是能抢开的。对，第2次回退时间应该还没那么快。对，应该是能极限抢开。而求生者这把也没有 OB 位嘛，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后面再去调整不一定有机会了。是的，但你看逃离最后一台要去鬼板方向，那其实有点远。是，这场大副又修得慢，这把求生者可能很难去面临一个4人开门战。对。哎，但是那边好像有无伤救的机会啊！对，这个位置肯定不能走啊！猫猫贴了过来，再帮忙补上一个气囊。不过这一刀被抽到了，很亏啊！这种其实这种椅子上下来的时候，我个人建议啊，是不要亲自下板，就你最好是让救人的这个队友来帮你辅助下个板之类的。对，然后你看一下监管动向，尽量拉远距离去跟他博弈会好一点。是。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无伤救，而且拖出了20秒的时间。那对于求生者来说，是赚回了一波很大很大的节奏了。对的，再加上最后3台密码机其实离得算是比较远的。对，泪水手里击球点虽然多，但是要赶过去花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想先把终点的密码机封上，然后再去外面管人，应该是要抢密码机，肯定是李宝那一台，要过去还得再交2个击
球点，对，那落地就没什么机会点，而且机子还封不住。是的，哎呦，实在是太远了，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够啊。如果说能够把鬼板的密码机也带进去的话，那他能够追击的时间呢也会更多一些。对，2个半场，2个极端的距离，中间还能卡一个人，这把对球人来讲，密码机是肯定稳稳能够的。是。太远了，确实太远了。而且你这边找到的是李宝，他手上还有一个表，你不一定能够快速处理掉他。在泪水想了想，想往外面走，但是看了一下击球点，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追这个大副。直接交表，那也是打到闪现打出了泪水。但是这个时候交闪现，令台密码机管不住，开门战没闪现了。他开门战没有闪现，其实也还好，就毕竟他也没带底牌嘛。但是你闪现去换掉大副一个道具的话，这一波确实不能说得上是赚。对，感觉甚至说有点亏。很危险，因为他更需要开门战用这个闪现快速处理人，然后才能控场。是的，那可以看到密码机已经马上压好，这个闪现交出去，感觉开门战的话，对于泪水来讲没什么太大的真胜。在外面稍微拖了一下，等到主球消失，大副也是强行过来吃这一刀。是的，密码机直接通电，手里3颗击球点，得要去处理一下这个大副的。大副手里还有块表，看看能不能扛得住。是的，这里。击球点交完，那没有闪现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一波没有闪现，猫了，被迫回去找猫猫，但猫猫那边有车啊，有一个交气囊的机会，而且你没有闪现，你开门战你还是没法快速把人给秒掉。而且这个气囊也把自己上车路给他一个主球，但是并没有命中。再绕一圈，看一下地窖点离的还是比较远的。而且你现在把击球点全交在这了，终点那半场你怎么去管呢？就是没办法封了，所以这个把的话，对于泪水来讲就尽量去保这个平局就可以了。没错。还好这边鬼板是没有地窖啊，不然压力就非常大了。哇，回身砸头，非常漂亮。是的，如果有地窖的话，感觉已经跳了，因为队友那边2个人都已经到达了门里了。是的，主球也咬到，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稳稳的击倒。是，另一边门也点开，看一下就是怎么说，应该是要准备是没有机会了。对了，应该是出门了。那双方也是再次打了一把平局啊。这把台球手其实。前期的一个追击节奏，我觉得也算是比较中规中矩吧。对的，然后手语方面也没有拿到特别多的一个节奏，再加上求生者最后的密码机运营的非常好，他是直接到终点那边拉2台，对吧？然后起点站鬼板最里面又有密码机，所以泪水比较亏节奏的地方还是在于猫猫那一波去无伤把人给掏了下来。如果说火灾那一波是进入一个半状态的话，那么他就可以留下一波伏笔了。什么伏笔呢？就是火灾他是没有带文满罩的，那么他就没有办法那么快的来卡大副来救这个大副，可能得跟飞行家去打一波换位，那么你就可以有机会用击球点回到火灾那个方向，把火灾给打倒，去打他一个压一铲。是的，这把最重要的那台密码机是3阵底下那台啊，还是给求生者最后大副救完人之后直接抢开了嘛？是的，那也没有给到泪水特别多的一个控场时间点。所以真的可以看得出来，其实 T1苏他们求生者对于应对台球手啊，心得还是蛮多的。没错，你看下来，毕竟队内是有一个熟练度非常高的台球手的嘛。那佩佩那么高的熟练度 ，T1的求生者他肯定也是天天跟他训练，对吧？然后经历了那么神奇的一些主球的进攻，那这把其实泪水他的一个主球熟练度也是有的，但是并不是说能够每一波主球都命中，这样的话就会亏损掉自己的一些追击的节奏。是的。然后主球利用率也不高，没有去封机子。到了最后的开门战之前，感觉封机子的次数也就是3战那一次。是的，是的，是的。那我们来看这把的下游数据：猫猫前109秒破译了142的进度，然后救人2次。梦露是没有碰到过监管者，破译了接近3台密码机。李宝53秒救人1次，破译了159的进度。神罪87秒的前置时长。这边泪水是命中求生者9次，击倒了6次，最终是保下平局。那对于 T1苏来讲啊。双方换边之后，看看佩佩上来能不能去终结对手了，因为这个平局对于 V2S 来讲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压力还是很大的。毕竟这样地图的话，我觉得监管者是可以打得比较舒服的。然后现在这个版本上，你是搬他的跛脚羊还是搬他的歌剧呢？对吧？因为我们知道佩佩他之前跛脚羊被搬的情况下，拿歌剧出来，熟练度也是非常之高的。是的，也是有可能在月亮河完成多抓的。对，对于 V2S 求生来讲啊，现在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就看你想打哪个角色了。只能这么说，因为不管是跛脚羊也好，还是歌剧也好，都算是不太能打的角色。是的，目前这个版本来说，你得去考虑用一些比较防单刀的角色来打吧。但是其实他们上一局已经使用过挺多的角色了，像莫尔斯他们也用掉了。然后这一局如果说
真的去打的话，可能就只有园丁啊、魔术这样子会稍微适配一点。是的，而且医生其实也还可以吧，就看要不要掏。但感觉对于佩佩来讲，我第一回合肯定先把医生给你搬掉，对，会给你掏。哪怕是月亮河这么大的地图，对吧？主要医生现在他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一个人，我就可以给监管者起到很大的一些影响。对于医生来讲，我往那一站，博强就是追不了我，艾维就是碰不了我，歌剧要追我也得看熟练度，对，也起码是3刀，因为我2个小药瓶加上自己的一个出魔效应，起码也能再怎么说能稍微溜一会儿，而且还有庄园老友嘛，对，其实整体看下来，医生放出来的对决还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在前面的几局中。是的，尤其是对于监管者玩家来讲，手里跛脚羊、艾维、歌剧这种角色占比越高，医生越不可能给你放。看一下吧，看一下 VS 这边怎么应对了。这2手其实两难，真的，你放哪一手出来，你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是的，主要也是这一把对于 VS 的监管者来讲，没拿到太多的一个比分，最后是2比2。那现在对于球员来讲，不能接受被对手拿到一个3抓2，是的，说尽量去保平。是，甚至平局，其实到了第3局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是，因为你这把平局，那么你进第3局有一个7比2的落后。对的。所以还是能争的话，争个3跑吧，最好是能够争个3跑，这样的话把第2局的一个大分给追回来。到了第3局的话，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是的，但感觉很难啊。对手这样看下来，感觉是最好搬歌剧演员，是放他的跛脚羊，因为歌剧演员这个角色感觉一掏出来就平平的，甚至说对于监管来讲平上，不如打跛脚羊去争一争这个可能性。是，还是有机会的吧。可以看出 VS 求生这一表现还是比较轻松的。对的，我相信他们肯定也是有为了这场比赛准备了很久的，做了很多的准备。毕竟 T1数这边选手的一个实力，它是摆在明面上的，对吧？你们是职业队伍嘛，那你在明，我在暗，我肯定是逮着你的录像狂看。是的，那你的优势我一清二楚，你可能操作不好的点我也能跟你分析出来。那就看看 VRS 这边在拿到足够多的信息之后，会选择组织什么样的进攻了。没错。很需要他们能够打出一些联动嘛，不管是 OB 方面的联动，还是说在道具上面的一个辅助，都有可能说打出来配合。对他们来讲，感觉搬羊，然后去搬歌剧去打羊会好一点，然后角色上面尽量去选一点能够去操作的，像是什么小说家，像是什么咒术师，这种能够去断监管者节奏的角色还可以多带一点。然后如果说真的要拼的话，可以带点那种什么击球手，对吧？去打那种陪跑体系是也不错，或者说打一些那种道具可以自己生长的一些角色，祭司对吧？或者说玩具商都还不错。看一下吧，看一下他们会是怎样的体系。因为这把如果说你打那种没有配合的，我就纯魔术。然后纯园丁这种其实还是会比较难打，对这种角色不太够，它太白板了。对，你要说保平这个角色肯定有机会，对。但如果说你要去争上线，这种角色没什么上线给你争啊。所以必须要激进一点。我觉得求生者这边必须要打得更激进一些，选择一些比较强势的角色以及阵容来拼一拼，得凶悍一点了。因为自家监管在对手手里没有拿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嘛，就看看他们能不能操作一下吧。然后分析下来，感觉化险为夷也要带的多一点。是，但是如果化险为夷带的多的话，你的回光返照又变少了。牵制也是有压力的，后面又会有一定的压力。对，不管是牵制还是说开门战，都是更有机会被针对到的吧。挺考验他们的一个基本功的嘛。这还是好好考虑吧，好好想一想，看一下面对这种对局应该怎么去处理。但其实也还没有到绝境之中，对吧？我是保个平也行的，保个平不行到最后一把，说不定还有更大的一些底牌还藏在第3局。那你想看，如果保平的话，第3回合要面临一个5分的优势哦，对手的话还是比较难翻的。你要把这个7比2翻回来，是。那监管得发力，求生者更得发力。面对职业队的选手，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所以最好还是在这个回合就尽量去把这个3跑拿下来，没错，把大比分收入囊中，等到第3回合再用一个5比3去压倒你，是最有可能的操作。对的。毕竟你2个5比3的话，它其实是没有涉及到4抓或者4跑的嘛，压力也不会有那么大。对的。在双方都在激烈的去讨论什么样的阵容会好一点。对于佩佩来讲，台上很轻松，平局就可以了。对，如果说3抓就直接终结比赛。是。之前的月亮河其实也有见过鱼女的一个登场啊。这一把的话，我觉得佩佩应该是主要用4大天王去进行一波争分了。对，把先知古董先搬了。那这样的话，把医生放出来。然后 VRS 也跟我们分析的有点出入啊，选择搬掉了跛脚羊，到时候可能要面对你的喧嚣，或者面对你的歌剧。要不要抢医生呢？我觉得得要。是没拿飞行家跟佣兵，这是什么想法？那这里可以补搬掉医生或者幻灯师了，搬掉的是搬弓箭手。我怎么感觉好像鱼女真的要来了？不太至于吧？选了一手杂技看一看，但因为你想，歌剧搬弓箭手也还可以，但没那么高的一个优先级，没那么大的压力。对，搬园丁。那现在优先级就有了。是的，就很像歌剧。对，又回来了。但是鱼女别忘了，她也是单刀型啊。机械师。你台球手没了。这 VS 是大胆的拿出了机械，对的，可以尝试了。那这个阵容其实还不错，但其实机械师的话，歌剧也没那么怕你机械师，因为他位移能力快嘛。对，如果说选点能够赌对的话，其实机械师的一个生存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是的，求生者这个阵容万金油的角色算是比较多的，有2个了。一手杂技，一手飞行家。来看一下佩佩怎么选，这个阵容歌剧感觉也可以。就说歌剧打这个阵容平上了，对我觉得正常打歌剧就好了，因为其实求生者他的一个道具会消耗的比较快，不管是杂技还是说飞行家，对吧？你前期再能牵制，你也是一些拉小点的一些道具，而且杂技在这个地图它没有像其他地图有一个小木屋这种可以保命的地方，对，你顶多只能在板区去使用道具。是的，说白了，你交道具，到时候还得再跟我打近身博弈。对，没博弈到还是持刀，那交了道具又持刀，甚至说你砸线源 CD 还比较长，我擦完刀甚至可能马上就追上你了。没错，来吧，我觉得直接歌剧就可以了。对，歌剧应该是挺好的一个角色了。然后也要看一下求生者这个天赋要怎么选，2个化险为夷肯定是得带得起的。对，一手飞行家，一手佣兵，2个化险为夷应该是没什么问题。而且杂技在这样大图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缺点啊，就是开门战。如果说杂技被放到了外面，那么去赶他一波，可能求生者他这个点门的时间就会耗费非常久了。对的。然后再加上机械师，如果说2个玩偶被处理掉的比较快，那本体破译的速度也挺慢的。最终佩佩也是选择了歌剧，那就看一下双方在选点上面的一些博弈了。如果能够选到机械师附近的话，这个开局就非常的舒服。看一下要把机械师放哪，应该会打一点反行李。对，你正常打的话，你是肯定跑不过歌剧的。是，要不就放起点，想想看，要不放终点赌一手，赌一手这个歌剧会去别的地方。哎，果然是也算是赌了一手。把机械放在桥上，然后这边监管者想要去赌鬼屋附近有机械，但是没赌到啊。也是在桥上，那这一波距离就有点远了，感觉他可能得强行去追这一手杂技了。对，得追了，把杂技逼到起点的方向，站台上去坐车，然后再考虑下一步的一个选择了。是的，可能要追杂技的过程中顺路去清掉一个娃娃了。感觉很久没在比赛中看到这种不追机械的这个活着的机械师了。对，这把是看一下吧，看一下局面会发展成什么样。是的，看一下求生者这边只带了1个化险为夷。然后佩佩这边是挽留底牌，带了快彩。是的，有2位带了双弹。那么将进入比赛，本场对决是由提速的监管者对阵 VRS 的求生者。也就说鸭姐解说英文为你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好，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佩佩这边追击目标就是放在麻油身上，是，他直接处理杂技。
毕竟离机械师确实是有点远啊。这一波如果再过去的话，万一机械师他原地苟起来，是很吃亏的。对的，哇，佩佩这个熟练度真的好高啊，立马就贴近身位了。接一个红球，但是并没有封住路，这一刀没有拿到，但没关系。哎，但这个小短板，对，这波稍微有点小失误，有点小卡脚。对，那这样的话是可以拖出下一个球的 CD 啊。这边可以交球进板，无球吃到了。 勇者也已经开始破译了，4台都在修。这个板区，哦呦，还是没有抽到。对，很凶险啊。不过对于歌剧来说，它的节奏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只要等到闪现好，在闪现好之前可以先拿一刀，那么就没什么压力。看了一眼桥上，桥上好像是个娃娃在破译。哎，这个位置这样走的话，好像还能省闪。对，闪现省下来了。对。 这一波挂上还可以快速的去处理一下桥上的娃娃。看起来对于佩佩来讲，这个休赛期熟练度一点没掉。对，佣兵也是提前卡了过来，但是没有给到耳鸣这么一个距离。对，看一下机械师能不能意识到他要去打娃娃了。尽量去拖开这个距离吧，但是感觉没有提前走的话，还是那佣兵应该可以考虑无伤救一下。对，来不来回速？没问题，走下来。 但是杂技这个位置应该也不太好牵制了，毕竟他的一个道具已经使用的差不多了。是的，也差不多该倒了嘛。红球刚续出来，但是也没有足够的身位让他交了。在娃娃被打掉，其实佩佩的节奏还可以。对，就等于说是拿半个娃娃换佣兵的一格血量，但其实对于机械师来说，他的半个娃娃他能做的比佣兵的半格状态是能事情更多的。对。 如果说没有出那个娃娃，现在娃娃密码机估计要差不多亮了。那一旦亮了，可能对于佩佩来讲节奏就完全不同。那佣兵应该会再来卡一波，因为他是满状态，有机会的话就救，没机会的话呢就卡在边上看看也行。压过来压一下下的位置，看了一下没想过来救援的意欲，那就得回头去排一下佣兵的位置了。是的，他一会儿也可以直接切底牌的，不急。 哎，有耳鸣了吗？哦，佩佩要出去了，这一波佣兵好像有机会能掏啊！直接交换了，交换能来得及吗？可以，救下来了！哇，那现在手上回速还没好，佩佩刚才没有排鬼板方向啊，如果能排到鬼板方向的话，他其实是可以察觉到这个耳鸣的。对，那这样的话，让一个有球的杂技被救下来了，还能坐车。是的，直接交闪，把人拦下来，那亏大了呀。对呀，这波交了个闪，而且还拖了很多的时间了。是的，其实他甚至多待2秒钟，可能这一个人就救不下来了。但是他太想续下一波节奏了，把闪现交到了一个马上挂飞的杂技身上，勇者的密码机是差1台半。是的，这样看下来的话，现在手里闪现交了，双方现在趋于平局。他这边是可以确定佣兵的遗产是鬼板的，往这边排，但是并没有看到人。对，而且外面要被点亮了，外面3个求生者全是满状态啊，这一波很难处理了。对，但追机械师的话，机械师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对。 而且机械师前面是一个慢翻嘛，反弹以后他也不敢拉走，只能待在原地。机械一个人单人牵制是肯定没有办法撑到开门战，打到了娃娃。对，到时候还得再来救一波，那救一波的话就有机会了。这波打娃娃的话还是成功转了个点，但可惜飞轮是有点失误。而且佩佩这边操作非常极限的一个卡视角，把自己红弓卡没了。这样的话，桥上的遗产也补掉了，一个抽刀直接打倒了机械。 再救一波，密码机其实是有机会够的，对的。但是对于佩佩来讲，他没有传送，所以他不太好控场，想挂地下室去打一手针对。那这样的话，佩佩就有一个争到多抓的机会了。哎，是挂桥上吗？这个位置吗？也行，看可以打针对吧。而飞轮交了，因为他可以去判断这个机械师大概率是没有回光返照的，能够针对到一波的话就很舒服了。对的。然后也可以拖出自己的一个传送。 毕竟最后一台密码机它在鬼板啊，它其实离起点还是有一部分距离的。是，加上佣兵手里道具也不多，所以到时候开门战是有风险的。看一下，对佩佩来讲，这个动作就是要打针对。是的，尽量就不出刀了。哎呦，打到了针对，那得直接开佣兵这个护腕不能省。是的，佣兵只剩1个护腕了，这一波是可以直接追出去的。对，下另一边是交喷器背包直接去点门，但脸上。 兵还是很危险啊，没错，走不远。现在佩佩刚才被偷人下来的气，这一波要全洒在这个纯净水身上了。那看一下另一边，飞行家也没想着过来救援。
不过这个身位来说，好像有机会能够把人给掏下来，被迫交了传送。这波是有点卡脚，那这样的话，佣兵把手里护腕交掉，是手里也没道具，变成白板，离地窖的位置很远啊。地窖在鬼板，那佩佩这个位置其实是有机会能够拦住佣兵的。那夏夏还不出来吗？佣兵这个位置是肯定没有办法走地窖的。太难了，他出来好像也没什么用了。但是佩佩刚才隐跃是被断掉了，对，所以这一波应该还是来得及。也是成功打倒。对的，那最终完成一个3抓，也是直接第2把5比3结束了对手。没错，以一个2比0干净利落的拿下了比赛啊！那我们恭喜 T 数战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进入下一轮。是的。这把看起来感觉 T 速真的佩佩这个状态太顶了，这一把其实他已经是在中期亏了一波节奏的情况下，还能够逮住那个机会完成一个多抓。对的，也是抓住了求生者这边没有回光返照的一个机会嘛。是，但是我在想，为什么不挂地下室呢？就挂地下室的话，这个佣兵甚至可能得把护腕给交了，你才能出这个地下室。对，但感觉可能佩佩想到你可能没有携带回光返照，那你万一带了3摇摇下来，我这个到手地下室不飞了吗？确实，可能还是有点担心这一方面吧，有一个求生意志，对吧？对的，还是有可能能够挣扎下来的。所以我就挂外面，我求稳，而且那个位置其实对于佣兵来讲啊，他如果开门战要被逼到这的话，是逼得很快的。是的，估计有这方面的考量。当时挂在那个位置。是的，他其实这一把看下来歌剧的一个熟练度非常流畅，大概是失误了2次嘛，有2次是断的隐跃，对，然后有一次开门战的那个隐跃卡住了脚，然后导致自己必须要交传送，不然的话佣兵就有可能把人给救下来。救下来的话，那就更夜长梦多了呀。是的，那边机械师和佣兵分头一跑，是吧？就有可能被保了个平局了。是的，但感觉不管怎么样吧，这把飞行家点门，我觉得还是可以到时候有机会来尝试一下会最好。因为这个，但是他怕什么呢？就怕我如果不点门，我去尝试救这个机械师，是等于什么呢？两边的门是一个都没有人碰，而且佣兵他是一直围绕着桥上的嘛。是，如果说飞行家过来的话，他有可能说也被拦在这个桥上，然后2个人又都没点门，这把甚至有可能要被4。对的，那么让我们来看一下赛后数据。这边麻油是牵制了67秒，大海破了191，牵制了35秒，纯净水破了58，救人3次牵制了52秒，夏夏也破了252。是的，佩佩这边是破坏7个，命中了11次，恐惧之射1次，击倒了8次求生者，最终拿下一个3抓，完成了一个5比3、2比0带走对手。是。整体看下来的话，今天 T 数的求生者的状态呢也会更好一些。当然，佩佩的状态就更好了。第一局的那个台球手真是让我们看了感觉非常的精彩，是耳目一新吧。他的一个对主球的一个运用实在是太熟练了。对的，在我看来，佩佩的这个台球手啊，已经到了台球的第一梯队了。他这个熟练度肯定是非常高的。没错，没错。而且他其实在阵容方面呢，并不算是台球手非常克制的一些阵容。他的一个前期追击节奏也不算特别好，他是等到了闪现好了以后才去开刀拿了主球嘛。是的，你想看一个气象，一个木偶师这样的阵容，其实对于一个台球来讲没那么好打。是的。所以整体看下来呢，确实熟练度更高一点吧，也更期待他在后续的一些比赛中的发挥了。因为这个版本台球手如果说能够把场子给控下来，或者说你的主球技能准的话，观赏性是非常之高的。是的，因为这个角色跳来跳去还是幅度非常大的嘛。对对对，而且他有时候其实前期你在没有2阶之前吧，那我前面的比赛非常精彩，我们先来看一下精彩回放吧。抓你了。闪不出来，可以尝试帮我吃主球，毛毛。尽量。还有道具吗？还有道具吗？要闪了。可以。他平局啊。别急。哎，接到了。摸好，走吧。摸好的。偷塔可以偷。能救到吗？进坐车。好，救好。走吧。过了吗？过了，闪现。OK。救了。怎么开？机械师你说开就开啊！也是非常精彩啊！可以看出来双方的求生者呢，在队内的时候是交流的非常的快的。对的，但是最终我还是觉得机械师可能躲好一点会比较好一点，是因为整体来看只有他一个是会成为突破口的嘛，去翻一个道具，翻一个能够牵制的道具，然后再出来破译，可能在开门战能够存活更长的一
一些时间，也不会成为这个开门战被针对的伏笔。对他可能前期躲一躲，这个时候歌剧就要去找其他人了嘛，那这些目标就不会在他身上。就杂技的那一波，杂技挂飞以后，我是觉得机械师他可能说不要在密码机对去躲一躲，对，尽量去躲到各种角落去翻箱子，补充一下自己的道具会稍微好一些。是的，但不管怎么样吧，这局看起来还是歌剧的操作会更好一点。那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把的最佳演绎究竟会是谁吧。哎，我感觉大概率会给监管者这边了，因为求生者的话，TE数今天是2把保平嘛，对，挺稳的。但是歌剧演员和台球手这边打会更好一点嘛？是的，对的。最后最佳演绎也是给到了佩佩，演得分11511，狙击倒10次，破坏板子8次，震慑0.5，淘汰3.5，拿到了我们深渊的第1个最佳演绎。没错。也是他个人佩佩是对于他个人来讲，他现在的角色池又扩展了一层，对吧？那么后续遇到其他对手的话，那些队伍他们就得考虑要怎么去防佩佩的这种台球手，因为你在第一局你是没法搬的呀，是的，对吧？那佩佩如果说你第一局选一个跛脚羊和歌剧舒服的地图，他完全可以考虑去打另外的角色。那你如果说想去防，在地图方面给到了一些其他的可能的话，那么他台球手登场，他也是有机会可以去完成多抓的。对的，然后。这把主要也是结束太快了，我们甚至还没看到第3回合。对于佩佩来讲，角色池还在藏，再加上这个版本啊，鱼女也是有波改动，对，也可以期待一下佩佩接下来会不会有一手鱼女的发挥。我觉得我们深渊里面最有可能拿鱼女的应该就是他了，对，可能说其他人呢还藏一下，或者说不一定敢拿。那我觉得佩佩他的一个熟练度来说，只要到后面有他能打的那种局面啊，他是有很大概率会去套出来的。是的，就考虑别的监管者可能保平真胜角色、杂货商这种角色，对吧？但佩佩的话，可能还要再多小心他一手鱼女。是，哎，不得不说佩佩这个角色池实在是太好了。4大天王对吧？鱼女、杂货商，再加上一手台球手，我觉得真的稳稳够了。对，4大天王争上线，对吧？然后鱼女可以争下线。就是把那个下线的那个保平给保住，对，给他兜住，然后还有台球手这样冷不丁的出来阴你一手，对吧？这个台球手真的很好用。陷阱师类的角色，确实是在求生者没有应对到的时候，有一个出其不意的发挥。今天也看到了佩佩的这个台球手熟练度真的是非常高啊，对，让人惊艳。就是更期待他后面的一些发挥了，然后包括其实求生者这边。我们也前面聊到了嘛，因为这个版本它的一些辅助角色的加强都有了，对，那么也是有可能说在后面拿到更多的一些不同的体系和套路到我们的比赛中来。是的，也是期待TE素他们接下来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发挥吧。今天看下来真的感觉TE素啊，这支队伍深渊也是非常强劲的。求生者也好，监管者也好，都是非常稳定的嘛。对。对于他们来说，现在就保持这个状态，对吧？一步一步的走下去，因为到了下一场的话，就很可能要面对同样的是职业队伍的一个对手了。对的，所以还是会有一点小压力，但是没关系，这把先赢了，然后去研究后面的对手，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发挥以及他们的一个角色是如何。那么我们采访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小。首先要恭喜 TE素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今天请到了佩佩还有神坠来到采访，两位先来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TE素的佩佩。Hello， 大家好，我是 TE 的神坠。欢迎佩佩，欢迎神坠，好久不见了，也是恭喜你们拿下了我们深渊的首胜。那经过了一个可能比较短暂的休赛期吧，大家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调整吗？这次休赛期没啥调整，就大家好好休息吧。休息的还不错。对。那这个赛季我们也都了解到嘛，艾丽作为教练加入到了 TE素之后，想要问一下大家在交流啊、磨合方面，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新变化吗？就做什么事都要多沟通。就还是多沟通，因为还处在一个磨合期嘛。那今天的话，我们2比0收下了这一场比赛，还是想问一下两位，对于今天大家的表现有一个什么样子的评价呢？佩神。我觉得今天大家都打得挺不错的，我们后面再接再厉。那神坠呢？今天感觉状态如何？第2把有一点失误，看错了。
第二把确实有一点吓人，感觉当时都听到我们现场的观众倒吸一口凉气了。那也还好，我们最后也是稳住了嘛。那我们回到比赛，想问一下佩佩，今天 BO1上半回合直接非常丝滑的台球手完成了一个4抓，那一整局你有没有印象非常深刻的做出的一些比较关键的决策呢？感觉那把比较关键的应该是开局的击倒。就是因为台球手是一个控场角色，然后开局击倒的时候比较快，然后我就感觉后面就好打一些了。控场角色在非常快速的击倒对面之后，就马上可以进入你的一个控场的思路和环节了。后面也是非常的顺利和丝滑，拿下了那一个4抓。那下一局想要问一下神坠，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版本其实有加强有调整的求生者角色还是非常多的，而且也知道是有你的角色池。那今天这个医生拿出来好像会被喧嚣有一点点克制到。当时在进行选角的时候，对于对面的监管者的选择，你们当时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应对，然后选了医生出来呢？因为医生可以反大多数角色，然后加上他加强了。对。那今天的话，其实也是那一局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可能开局那个震慑之后，想问一下大家队里当时做了一些怎么样及时的交流和这个准备，然后把这个劣势给扳回来了。压满救那一局，这个压满救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决策吧，为后面的平局奠定了一个基础。那第2回合到了客场作战，我们拥有一个选图权嘛，那一回合大家有想过说要去拼一拼，终结掉比赛吗？沈队？没有，我们还是想稳着的。然后稳着打，那教练给你们的任务就是先保平，对不对？对。刚刚也说到第2局打得有一点吓人，当时你翻到脸上之后，怎么样快速的进入到了被追击的一个状态去进行牵制的呢？因为开局都已经4不了的，然后就想着补救。赶紧及时止损，那后面的牵制也是非常的稳嘛，利用道具不给到对面闪现的身位，最后也是队友之间的一个拉扯，完成了一个平局。那到了我们刚才配审的这一局了，因为面对到我们有比分优势嘛，对面选出了他们的绝活机械师出来了。那一局的话，你一开始会有想到一些什么样子的应对之策吗？没想到，正常打吧。就还是今天的心态放的还是蛮平稳的，是不是？那当时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嘛，就是你在第1波挂上人之后，选择去打掉了他的机械傀儡，但那一波就导致可能椅子上的人被无伤救了。那一波当时是一些什么样子的思路跟决策呢？当时我挂上人以后，我看那个娃娃他没有动，然后我以为就是他不知道忙什么去了，然后我就过去了。你以为你过去的很隐蔽，他没有发现你，但实则你才是被钓鱼的那一个。那一局的话，其实被无伤救下来，可能有被小拖到一点节奏嘛。那后续在挂飞第1个人，当你发现机械师没有带到回光返照的时候，思路又进行了一个什么样子的转变呢？因为队友已经保下平局了嘛，就是我3抓就可以了，所以我就求稳选择打针对。就任务还是比较轻松的，打一个针对，稳稳的拿下3抓，我们直接2比0结束掉比赛。那最后还是想要问一下2位啊，先请你们来评价一下吧，觉得潮神今年给你们抽的签怎么样？还可以。那在 B 组的话，其实我们赢了这一场，下面可能也是会碰到其他的职业队伍嘛。那在这一个组别，大家的目标啊、期待啊会是什么？夺冠，所以我们需要每个队都赢一遍。是，想要夺冠，我们尽量就是1把都不要输，我们直冲冠军，是不是？虽然现在只是在预选赛，但是神坠的眼光已经放到了我们5月份的总决赛了，感觉我们 T 速这一个赛季非常的有希望。那也是期待我们下一次再见。感谢2位来到赛后采访，再次恭喜 T 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今天的第2场比赛，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